架满载重刑犯的空中监狱迎来了一位令人闻风丧胆的特殊囚犯。他不仅3重镣铐加身，还全程被黑布蒙头。由于危险系数太高，被单独囚禁在机舱尾端的座位上，并且由多名荷枪实弹的法警严密看守。可这份严防死守，在他眼里只不过是纸糊的牢笼。恭喜你在手机电量带60，刷到这部惊悚动作剧《失序边缘》。飞机升空不久，男人便开始实施预谋已久的越狱计划。他用牙齿硬生生掰断一枚暗藏铁丝的假牙，悄悄拨开了手铐的锁芯，接着等待着意料之中的爆炸。狂暴的气流从缺口疯狂灌入，机舱内瞬间沦为一片人间地狱。混乱中，一名囚犯趁机冒死夺下法警的钥匙，在被气流卷向豁口的最后一刻，将钥匙送到了男人的手中。此刻，机舱内的男人已挣脱所有的束缚，浑身散发着致命的压迫感。面对闻声冲来的法警，他赤手空拳，干脆利落地将法警全部放倒。机长凭借着丰富的飞行经验，成功将失控的飞机迫降在阿拉斯加的茫茫雪原之上。这群穷凶极恶的囚犯侥幸从空难中保住了性命。可这场惊险的迫降不仅没有终结灾难，反而为不远处的小镇带来一场灭顶之灾的隐患。小镇的警局很快接到消防局的通报，在小镇北边出现大量的不明浓烟。警长弗兰克立刻带领队员乘坐直升机前去查看。当靠近事发地点，眼前的惨状让弗兰克心头一紧，一架客机坠毁在雪原之上，雪地里一片狼藉，机身断成2截。可他们并不知道，这是一架运送重刑犯的专机，便毫无防备地降落在雪地里。队员胖子在残骸旁发现了一名死去的法警，而弗兰克则在雪地里捡到了一枚镣铐。他心头一沉，顿觉事态严峻。紧接着，他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名奄奄一息的法警。话音刚落，藏在树林中的囚犯便气势汹汹地逼了过来。弗兰克和胖子立刻扶起受伤的法警，准备紧急撤离。可埋伏在机舱残骸中的囚犯却骤然扑出，将他们发动偷袭。一场混战在雪地爆发，双方瞬间扭打在一起。可由于他们寡不敌众，胖子被凶残的囚犯连捅数刀，痛苦地倒在雪地里。与此同时，另一名同伴也被囚犯挟持。弗兰克立刻拔枪相向，双方陷入对峙。危急关头，他当机立断，迅速连开数枪，击毙挟持者，成功救下队友。他们不敢有丝毫耽搁，立刻架起重伤的胖子撤离。可胖子伤势过重，已无法站立，众人只能拖着他边打边退。可丧心病狂的囚犯并未罢休，手持棍棒再次逼近，弗兰克只能开枪反击。可很快子弹便已耗尽，他慌忙更换弹匣。可就在这短暂的间隙，一名囚犯从背后猛冲而来，将弗兰克扑倒在地。两人在雪地里展开近身肉搏，弗兰克早已筋疲力尽，渐渐被对方按在雪地里，命悬一线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人捡起弗兰克掉落的手枪，对着压在他身上的囚犯盲射3枪，成功击毙对方。可子弹擦着弗兰克的耳边飞过，差点将他一同送走。原来对方是一名双眼受伤的法警，挣扎着前来帮忙，弗兰克才侥幸捡回一条小命。他连忙扶起受伤的法警，狼狈地撤回直升机，而囚犯们仍不死心，疯狂朝着直升机冲来。好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直升机成功起飞，逃离了险境。但是这件事却引起了中情局的恐慌，因为那名被3重镣铐关押的特殊囚犯，正是中情局叛逃的特工哈弗洛克。局长金姐立刻召回被辞退的特工艾琳，让他前往阿拉斯加收拾烂摊子。毕竟哈弗洛克曾是他亲手训练出的利器。为了防止中情局的内幕被曝光，他们必须尽快除掉哈弗洛克。另一边，返回小镇的弗兰克立刻紧急召集所有警员，进入1级战斗状态，把事情的严重性告诉大家。在距离他们的位置往南3公里处，有一架双引擎喷气机坠毁，机上大约有100名被拘押人员，他们必须封锁小镇10公里范围的所有区域。这些人都是十恶不赦的联邦重犯，不仅暴力危险，还抢走了法警的武器。接下来他们将会迎来一波又一波的麻烦。为了了解运输机上的更多细节，弗兰克找到了那名双眼受伤的法警格兰杰，他是这场空难中唯一幸存的法警。格兰杰告诉弗兰克，是一名囚犯挣脱了束缚，对飞机动了手脚，而那名囚犯是他们中途改道，在某空军基地临时接上机的。 They called him Havelock. They said he was high priority and off book. 警方在小镇迅速搭建了临时指挥室。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，这架航班上共有52名囚犯，其中23人身亡，11人被捕，仍有18人在逃。他们必须尽快将这些逃犯抓捕归案，防止其危害小镇的居民。就在这时，艾琳在2名联邦人员的陪同下找到了弗兰克，但是他的到来却引起了弗兰克的警觉。因为联邦运输机属于法警的事，中情局突然插手，背后定有隐情。但艾琳只含糊地告诉弗兰克，飞机因涉及一个非政府方的秘密行动，中途改道押送一名囚犯。虽然
然艾琳不肯明说，但弗兰克从残骸的痕迹断定这是人为破坏，绝非意外。随后，当艾琳在现场查看囚犯的尸体时，发现了一幕诡异的景象：有一名死者并非死于爆炸，而是被人活活掐死的。这背后显然另有隐情。弗兰克当即警告艾琳，这些逃犯手持武器，极度危险。若是他只顾着寻找哈弗洛克，不顾小镇居民的生命安全，他绝对不会饶了他。Cards on the table, Frank. I don't want to be here, and I'm not in the mood to protect the people who sent me. So tell me, what is it that you want to know? 艾琳终于松口，说出了有关哈弗洛克的信息。3年前有传言说，中情局深处藏着一个内鬼，是一个出卖秘密情报、危害国家安全的叛徒。但他并非为了钱财，而是为了颠覆、摧毁美国政府阴谋的一部分。他泄露的情报总是及时又致命，司法部为此成立了多机构专案组，全力追捕他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个叛徒根本不是个威胁，而是中情局刻意创造的棋子，隶属于一个代号为阿特沃特协议的秘密行动。中情局故意创造了多名叛徒，让他们泄露虚假情报，目的就是引出隐藏在暗处的敌人，进而将其彻底终结。哈弗洛克就是其中之一。艾琳负责将这个顶级极客打造成一件致命武器，他亲自训练哈弗洛克使用各类武器，掌握多国语言，甚至传授他屠杀技能。过去2年，哈弗洛克以情报为诱饵，成功引出并杀死了多名欧洲和远东的目标，项目一直完美运作，直到上个月，传说变成了现实，哈弗洛克突然失踪，一同消失的还有大量的机密情报。这个被中情局操控的老实人，竟然假戏真做，真的背叛了组织。他定然是发现了中情局见不得光的秘密。艾琳坦言，他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哈弗洛克在万米高空的越狱仅仅是一个开始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。而此时的哈弗洛克早已逃离了坠机现场，躲到了一位老人的家中。You looking for this, Cranky? 就在这时，弗兰克突然接到了医生妻子莎拉的电话，他立刻匆匆赶往医院。队员胖子的情况非常不好，正在接受紧急手术。然而他在医院里再次遇到了那名双眼受伤的法警格兰杰。Sarah, your wife? Yeah, she is. How are you doing? Oh, better if I could see. 对方的伤势正在好转，可两人还没聊上2句，医院走廊里突然传来女人的哭喊声。弗兰克心头一惊，顿感不妙。最终，胖子因伤势过重，抢救无效牺牲了。弗兰克内心悲痛不已。胖子的离世也让莎拉陷入了恐惧，他担心弗兰克会遭遇不测，苦苦劝他不要再接手这个案子了。他已经为法警队贡献了18年，马上就要退休，也该为家人考虑考虑了。可胖子的牺牲像一根刺，扎在弗兰克的心里，让他无法释怀。就在这时，弗兰克的手机突然响起，警方发现了新的线索。交通局监测到一个气象观测员发出了未加密的信号，警方推测这很可能是求救信号。弗兰克立刻带领警员前往信号发出地点抓捕。此时，哈弗洛克正在老人的家中打包干粮，准备继续逃亡。突然，门外传来雪橇犬的叫声，他立刻警觉起来，悄悄走到窗前查看，却意外发现被他绑架的老人偷偷打开了电台，正在发送求救信号。 What did you do? 而就在这时，警方已经赶到门外，将整座房子团团包围。警员们破门而入，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，只在卫生间里找到了被捆绑的老人。可就在他们询问老人的情况时，哈弗洛克突然从背后开枪杀了进来。听到动静的弗兰克立刻前去支援，可当他冲进屋子时，哈弗洛克已经趁机逃走。弗兰克立刻带人追了出去，恰好在屋外的雪地里发现了挟持着老人的哈弗洛克。警员们迅速围了上去，弗兰克劝说哈弗洛克放下手枪，他会安全的将他带走。可一旁的艾琳却急不可耐的大喊，让警员开枪击毙哈弗洛克，试图趁机灭口。弗兰克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，没有听从他的指令。眼看哈弗洛克的心理防线即将崩溃，艾琳竟突然拿起一旁的斧子，狠狠砍断了雪橇犬的锁链，救助心切的狗狗，立刻朝着哈弗洛克猛冲过去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凶悍无比的哈弗洛克竟然被冲过来的狗狗活活咬死。艾琳看着倒在雪地里的尸体，脸上露出一丝得意，他的阴谋终于得逞了。可当他上前看清尸体的面目时，瞬间大惊失色，那根本不是哈弗洛克，只是一名普通的逃犯。他的计划再次落空。回到临时指挥室后，艾琳得知警方又从飞机残骸中找到了3具尸体，他立刻匆匆前去查看，可那3具尸体依然不是哈弗洛克。但就在查看死者档案时，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，那个之前被活活掐死的囚犯身份竟然是一名法警。当弗兰克看到法警的名字时，整个人瞬间僵住。那个双眼受伤的法警就是哈弗洛克，他穿走了死去法警格兰杰的衣服，又将鲜血抹在脸上，伪装成双眼受伤的样子，遮住了自己的真实容貌，就这样混在了幸存者之中，完美隐藏了自己的身份。而此刻，弗兰克的妻子莎拉正在医院里细心照顾着受伤的哈弗洛克。就在这时，莎拉突然接到了弗兰克的电话，弗兰克让他立刻远离那个法警，可一切都已经
为时过晚。电话里的对话早已被哈弗洛克听到，他摘到眼上的纱布，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。当弗兰克带着警员荷枪实弹的匆匆赶到医院时，病房内早已空无一人，哈弗洛克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而他的妻子莎拉生死未卜。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这座宁静的小镇。